自从与安承熙见了面，并且得知了安承熙的身份，林婉儿就对这个女人格外好奇。在她心目中，她是非常钦佩安承熙的。自己这么多年躲着吴飞燕，只想着藏起来不被他发现，从未动过主动出击的心思。但安承熙却与自己截然相反，他从假死脱身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暗中与吴飞燕斗争。虽说他与他的团队实力比起吴飞燕还是差了太多，但这份勇气就已经让林婉儿格外钦佩。而且林婉儿当年虽然也在斯坦福读过书，但她作为一个默默的汲取者，从来不敢在任何一个领域表现得出类拔萃。而安承熙不一样，安承熙是斯坦福这些年来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他的很多商业运作都极具前瞻性，堪称是硅谷最顶尖的天使投资人。所以这次就地重游，林婉儿除了怀旧一番之外，也想对安承熙多些了解，因为他总觉得自己将来少不了要跟安承熙打交道。两人来到堪称绝密级别的档案馆，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按照流程，用遮光贴纸将两人手机的摄像头全部遮盖，然后将手机装进了一个带特殊磁吸锁扣的透明袋子里。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进入者用手机拍摄绝密档案，也能让进入者放心持有手机，同时正常使用手机。叶晨不清楚林婉儿为什么想看校史档案，他只是一直在下意识地宠着林婉儿。林婉儿想怎样，自己就陪她怎样。两人来到档案馆内，林婉儿也不避讳叶晨，在看到档案馆内都是按照年份进行归拢的时候，就直接去找了安承熙在斯坦福那些年的档案柜。叶晨本以为林婉儿在斯坦福肯定都是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末的事了，自然也是去那些时间对应的档案柜寻找档案，但没想到林婉儿选择的时间段竟然是20世纪80年代。叶晨一下想起那正好是妈妈在斯坦福的时间，于是便好奇地看林婉儿到底在找什么。林婉儿倒也没有隐瞒叶晨，微笑着说：奴家来这里主要是想看看公子母亲的生平，看看他在斯坦福的一些记载。叶晨轻轻点了点头，问他：林小姐怎么忽然对我母亲的过去感兴趣？林婉儿微笑道：公子的母亲是杰出华人，商界精英，她的一些事迹令奴家心中倍感崇拜。巧的是，奴家曾经与她就读同一所学校，所以回到斯坦福就想多了解一些她的生平事迹。她曾经是斯坦福的骄傲，所以我也想知道，这绝密的校史里会不会记载着一些关于她不为人知的事迹？叶晨也没怀疑，微笑着感慨道：被你这么一说，我也挺好奇的。在斯坦福的校史里，80年代的大事件有很多，而这些因为是不可传播的机密文件，所以也没有电子版本以及电子检索，否则的话，只需要在电脑里输入安承熙3个字，所有的文件都能自动弹出来。在这里，他们只能通过每一年的标题黄页来寻找安承熙的名字，因为这里的每一份档案都有一个对应的标题，每一年的档案标题都被打印在一本黄页里。如果在这里能找到安承熙的名字，就能找到与他相关的内容，但这种方式只能找到以安承熙为主的记录。如果记录是以其他人为主，安承熙为辅的话，黄页内的标题大概率就不会提到安承熙的名字。有趣的是，叶晨和林婉儿很快就找到了一些与安承熙有关的内容，但这些内容都不是安承熙的相关事件，而是记录了斯坦福官方与美利坚情报局之间的交互，其中就有一篇名为建议中情局将安承熙限制出境的档案。两人根据编号找到了这份档案的原件，这是斯坦福当年的校长亲自给中情局写的一封建议。建议正文里，当年的校长详细阐述了安承熙在硅谷的资本运作以及相关建树，提到了他在当时已经有了意图回华夏发展的苗头。
认为如果安承熙回国发展，以安家的实力、安承熙的能力，以及安承期提前在硅谷科技领域的布局，对美利坚的新兴产业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威胁。这封信原件的后面还附上了中情局时隔3天之后的回复。中情局当时的回复是已经对安承熙限制出境，并感谢校长的建议。林婉儿有些诧异地说，既然当初斯坦福的校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认知，中情局也认可他的建议，为什么公子的母亲还是顺利回了华夏呢？中间有没有受到什么阻拦？叶晨摇摇头，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林婉儿道，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档案。两人继续查看目录，很快就发现一条登记时间比刚才那封信晚了2个月的信件。这封信还是斯坦福当年校长写给中情局的，内容是收回自己之前对安承熙的判断，认为安承熙回华夏与否，对美利坚的新兴产业发展已经不构成威胁。而有意思的是，他还在里面详细列举了收回这个判断的依据，其中有一条是安承熙已经将重心从互联网及高新产业发展转移到了古董研究以及论证外星生物曾经抵达过地球的假设。用那位校长的原话，安承熙已经丧失了商业上的斗志，甚至还荒谬地试图与斯坦福联手对这件事进行深入调查。在这封信里，校长还详细描述了安承熙的所谓谬论。安承熙认为人类历史并非地球高等智慧生物的唯一历史，他坚信在人类历史之前，地球应该曾经出现过远比现代文明更强的星际殖民文明。许多人类传颂的神迹，甚至一些宗教的记载，都很可能与这些星际殖民文明有关。而他当时甚至迫切地希望母校斯坦福能够认可他的推测，并且与他一起寻找直接证据。但这在斯坦福当年那位校长的眼里，就是标准的不务正业。叶晨和林婉儿看到这里都格外震惊。叶晨皱眉说道，难道我妈妈当初就找到了那批修士造访地球的证据？林婉儿凝重地说，未必是找到什么直接证据，公子的母亲是人中龙凤，根据一些线索推测出来这个结论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就像门捷列夫通过元素周期律就能推测出尚未被发现的物质一样，只要作证的线索足够，即便没有直接线索，也能断定某种东西一定存在，而历史终将在某个时刻找到直接证据来证明它是对的。